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一棵树。这个树呢，就是我们华人都非常喜欢的香椿树。华人喜欢香椿树呢，我想一个是因为它的嫩叶可以用来做菜吃，另外呢，它的嫩叶长出来的时候呢，也非常漂亮。香椿树发芽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叶芽是非常美的，极具观赏价值。所以种这样一棵树，无论是用来做美食，还是用来观赏，都有很高的价值。我呢这几天呢，把我的香椿树呢都做了短节。这棵香椿树呢其实是3年以前从朋友那里移栽过来的小苗，很小的苗，一共呢2棵小苗，一棵呢当时1米还不到，另外一棵呢只有1尺那么高。那么养了3年，现在看看呢，觉得它们都成材了。3年，这2棵香椿树呢，都长得有相当不错的规模，每个星期几乎都可以收到很多叶子，可以用来炒一盘菜了。那种香椿树我最大的心得呢，就是它是需要种剪的一种植物。假如你养香椿树只是为了观赏，那也可以不修剪它，它会长得很高很高。但是大多数人呢，特别华人懂得怎么吃它的嫩叶，一般来说都会把它短节了以后呢，让它呢多发新芽，因为它只有它新发出来的这个新芽呢，新芽的叶子可以吃，老的叶子呢就没法吃了。那经过短节以后呢，香椿树呢它发芽也是非常快。我发现呢给它做短节真的不用心疼，不仅可以做1次短节，而且可以做很多次的短节，因为它新长出来的小芽其实也可以给它做短节的，它的小芽很快就长成很长很长。当新长出来的小芽它的嫩叶可以吃了以后，摘除2次嫩叶，就又可以把它做短节，它呢还会发芽。如果你把它新发出来的小芽从根部短节了呢，也没有关系，它会从这个树下面的茎干长出分支出来。香椿树呢是一种真的很皮实的树，虽然说我刚移栽的时候呢，朋友还提醒过我要小心，有可能栽不活，因为也有人没有栽活，移栽的时候可能不一定都能够栽活，但是选择的时间对，另外挖的时候呢，注意不要伤到它的根，或者是伤得不厉害的话，香椿树呢移栽还是很容易的。我当时移栽的时候呢是5月份，多伦多的5月份，正好是所有的植物都开始萌动新芽的时候。香椿树呢喜欢凉爽，所以它不会在那个时候移栽下去被冻死，那么很快它就长到了有1.5米那么高。我呢在它长到其实1.2米3的样子的时候就开始做短节，但是它仍然是长得不停，不断的往上长。第1年呢我没有经验，怕短节多了以后它不发芽了，其实担心基本上应该说是多余的。假如说你的香椿树已经在你的后院经历了整整1年的春夏秋冬的话，那么不管它有多高吧，
其实这个时候都是可以给它做短节。其实它做了短节以后，新长出来的枝桠仍然会慢慢长高。第一次短节以后呢，它就长2个枝杈出来，这2个枝杈呢，很快又会长得非常高。所以第一次短节呢，其实我已经短节迟了，超过1米短节它就会长得很高，长到后面真的手够不着了。那其实有大概70-80公分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短节，然后等它新的枝杈长到新的枝杈长到其实差不多有2尺那么长，就又可以再做短节了。我呢是摘嫩叶，摘2次我就开始，它一直呢都长势很不错。今年呢是这2棵香椿树的第3年，它们的状态呢都很好，非常健康，非常蓬勃。不过要注意的是呢，当进入到深秋以后呢，就要少一些给它做短节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不是植物的生长快速期了。那在那个时候做短节呢，有可能影响它发新的芽出来。那么要等整整1个冬天。假如冬天的气温非常非常低的话呢，就不知道第2年会是怎样的状况。或许呢，香椿树如果它的根长得非常健康非常好呢，也不会受影响。但是保险期间呢，我觉得呢，在7-8月份的时候做短节是最好的。9月份呢，它又会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期，这样就绝对不会伤到香椿树本身了。而且呢，在这个季节做短节，剪下来的枝条呢，也可以做扦插。这个时间呢，扦插的成活率相对要高一些。如果等到10月份天气凉了再做短节，那么剪下来的枝条呢，就不能像我这样随手的插在香椿树的旁边了。因为天气太冷，它的成活率呢就会降低。如果想做扦插呢，还要把它放在花盆里移到室内去，这样扦插的这个枝条在室内过1个冬天，想一想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。而且香椿树它是属于非常喜欢室外环境的，它是树，所以在室内养呢，定然是养不好。怎么说呢？想一想，香椿树给它做修剪和短节的时间都是在这个7-8月份，它的生长旺盛期是更好一些的。不仅可以让香椿树恢复快速生长，还可以呢做扦插。好的，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。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欢迎大家订阅、分享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